这些喵星人太努力了，明明有个250斤白白胖胖的猫大哥，需要靠自己的双手赚猫粮。一星期中最痛苦的就是周一早晨，可今天叫醒大熊的不是蓝胖子，而是他。闭着眼起床，闭着眼下楼梯，闭着眼洗漱，闭着眼当干饭人。可睡觉界的天花板竟被一个鼻炮炸醒了。第一反应，今天铁定迟到没跑了。可大熊显然是多虑了，这都多亏了计时器的功劳。他不要998，也不要98，今天只要9元8。只要有了它，日程安排我来干。大熊开心地冲向学校，却遇到了满脸愁容的媳妇儿。媳妇儿不开心，那就是我的不开心。就连有趣的数学课，大熊脑子里也只有媳妇儿。终于熬到了放学，大熊想当静香的解语花，可静香嫌弃大熊是个低质量人类男性，这话谁能忍？大熊可是能为静香上刀山下火海的人。原来静香收养了一堆喵星人，却又不能养。作为宠妻狂魔的大熊，只能担负起铲屎官的重任，拿出自己的巨款就要去买口粮。可老妈讨厌宠物这事远近闻名，就算大熊再怎么步步为营，老妈还是轻易的洞悉了一切。大熊回到家，迎接他的就是开了满机咆哮的女帝老妈。大熊只能为小猫找下家了。可胖虎家有酷哥，小夫家有只养血统高贵的物种，只能寄希望于小镇中人了。小夫不愧是自认帅哥，平平无奇的照片配上10级美颜处理，海报就出炉了。这海报谁看了能残忍拒绝？另一面的大熊化成行走的铲屎官，希望能找到下家。可不是长得像老鼠的主人，连蓝胖子都怕，就是宠猫狂魔。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收养。最后这个重任又回到了大熊这里。突然手环响了，又到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时间。大熊身体不受控制，举着猫一路狂奔回到家。女帝老妈及时杀到，好家伙，大熊竟藏进了满级盔甲里。老妈就是小拳40，大拳80，要把大熊锤成脑震荡。老妈走后，盔甲里果然还藏着喵星人，大熊被锤的也只剩一口气了。蓝胖子扑闪着大眼睛，又拿出了4条计时器给喵星人带上。时间一到，喵星人整齐划一进了壁橱，爬到了屋顶。这正是蓝胖子的计划。只听一阵地动山摇，还真有蓝胖子的天敌。大耗子给老妈也吓够呛，虽是喵星人的功劳，但老妈还是嘴硬不肯养。蓝胖子却有了一个宏伟的计划，那就是让喵星人当打工人，凭借着一身捕鼠本领，活跃于各种店铺之中，而工资就用猫粮来结算。面属公司的雏形就完成了。大熊两人奔走告知，仅仅几日时间，喵星人的行程安排已经排到了1年后。就算是干饭时间，只要时间一到，喵星人就会迈着整齐的步伐向着有老鼠的地方出发，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发家史。那么同样是喵星人，小伙伴们还记得蓝胖子为什么怕老鼠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大熊的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却被小伙伴们奉为大熊真男人，可这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却没有提前告知老妈，惹怒老妈。大熊会被老妈怎样特殊对待呢？操着最多的心，说着最狠的话，老妈狠心一句，我才没有你这样的儿子，反倒让大熊的小暴脾气上来了，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回到房间，就开始打包行李，决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离家出走。只怪老妈无情冷酷，无理取闹，还不忘拿走蓝胖子的口粮，希望自己这一走，老妈能认识到大熊的独一无二。最后跟蓝胖子来个正式道别，就走出了家门。蓝胖子还在怀疑大熊顶多坚持3分钟，可下一秒大熊就回来了。原来大熊想着离家出走，却又惦记晚上更新的录目动漫，而且晚饭的问题也没解决，决定离家出走到晚上6点。但这点时间根本不足以让老妈坐立不安。但不是还有蓝胖子吗？蓝胖子拿出时间延长光线，只要用它轻轻一照，就能让10分钟变成1小时那样漫长。大熊潜入老妈身后，对着老妈就是一波电击治疗，这才放心的大步迈出家门。从来没有的自由让大熊神清气爽。路过空地，看到虎父2人，当听说大熊要离家出走，胖虎不仅没有老拳相向，反倒夸大熊真男人。小夫更是说，要不是惦记家里的财产，也早就离家出走了。原来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。两人决定全力配合大熊，这就是男人的友情。胖虎把大熊藏在了自己的房间里，让他把这儿当成自己家。小夫更是发动超能力，要承包大熊的衣食住行。此时的大熊已迫不及待想看老妈的囧样了，悄悄潜入院子，却靠到老妈追着剧吃嘛嘛香。原来大熊才走了30分钟，对于老妈来说才3小时，大熊只能无奈离开。
可自己老跑来跑去也不是个事儿啊。蓝胖子只能拿出间谍卫星，让大雄躺着也能监视老妈。过去45分钟了，此时的老妈怀疑大雄又出去疯玩，决定今晚要来报女子单打，这更坚定了大雄不回去的信心。可下一秒，老妈就来到空地询问虎父二人，可为了大雄这个真男人，只能对大雄妈撒谎了。而静香刚才去拉了小提琴，也有不在场证明。看着老妈开始慌张，大雄吃的那叫一个欢。蓝胖子本想安慰下老妈，却被指着鼻子说冷血，就连996射出的老爸也没能逃过。咱家娃丢了足足90分钟，给老爸整的不知道如何接话了。夕阳西下，老妈已经跑到警局报告失踪儿童了。可当警察听说只丢了2小时，只能不失礼貌的来个微笑，哪里都不管。老妈的怒气直接传千里，如果今晚大雄敢回来，就要把他大卸8块。给大雄吓得就要回家认错。不嫌事大的虎父二人怎么可能轻易让大雄放弃，用拳头把大雄逼回了房间。还好蓝胖子来救场了，因为老妈可怜的连蓝胖子都看不下去了。此时的老妈双手颤抖，哭着跟神明许愿，愿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大雄的平安归来。看着大雄回来，老妈颤抖着冲向大雄，什么说好的女子单打，在此刻都只剩下大雄平安无事就好。小伙伴们记得不要惹妈妈生气哦，或许你们现在不会懂，但当你们长大后就会知道妈妈的辛苦了。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小伙伴们考过100分吗？大雄难得考了100分，却担心这是一场梦，直到跟老师再三确认，得到3个字：干得漂亮。大雄觉得天晴了，雨停了，自己又行了，说不定自己就是个隐形的学霸，100分才是自己的实力呢。考了100分，谁不想奔走相告？但又不能太刻意，这就要说到一门技能——演技。虎父二人聊卢姆动漫聊得特别欢，大雄就随手一扔，呀，不小心掉了。只可惜卢姆动漫的魅力远远大于100分试卷，大雄只好亲自下场。哇哦，这里有张100分试卷，不知道是谁的呢？不管是谁的，反正不会是大雄的。大雄若考100分，母猪都能上树了。如果分没错，那就是名字写错了。First blood。大雄想从媳妇儿这里求安慰，可夫妻之间不是要坦诚相待吗？考0分仅仅是丢人，可撒谎真的会丢了静香哟。Double kill。想要100分跟老妈换点零用钱，可老妈只当这是个笑话。Triple kill。大雄回到房间，又被250斤的铁块撞翻在地。可亮出底牌后，蓝胖子在震惊中只说了3个字：作弊了。Quadra kill。既然自己努力考了100分得不到认可，大雄决定当回那个考0分的3废青年。为了挽回大雄受伤的心，蓝胖子拿出宣传机，而这道具就如同村口的老娘们儿，要用他们之口宣传大雄的100分壮举，而宣传力度更有4档。大雄考100分，那必须要用最强档宣传。为了让这事看得比较真实，宣传机用超强电波干扰电视。老妈上一秒还在追言情剧，下一秒大雄竟上了电视，老妈都惊呆了。再三跟主播确认后，老母亲流下了感动的泪水。既然宣传机如此靠谱，蓝胖子便出门觅食去了。这时，大雄考100分上电视的事已在小镇中传开了。小夫觉得100分自己也考过呀，但重点不是100分，而是学渣突然成学霸这件事。本以为这样的宣传已足够，但宣传机认为有名人的点评才算最强宣传。下一秒，学者不搞学术，反而点评起了大雄。大雄能考100分，简直就是人类的壮举，这难度完全不下于人类登月球的伟大事业。家中若有此子，必定家庭和睦，也不会出现一辅导作业就鸡飞狗跳的怪事了。事已至此，宣传机决定好人做到底。小夫3人还在震惊中，就看到中国好学霸的导演前来取材了。一听可以上电视，大雄立马成了胖虎的知心好友。导演都进门了，大雄还不知自己是主角。听说自己要去电台录节目，大雄都惊呆了。不仅有华丽的演播厅，还有着朋友的打气加油，大雄骄傲了。第一问，学渣如何取得100分？哎呀，那都是小意思喽。买完口粮的蓝胖子膀胱一扫，竟看到100分大甩卖，直到天外飞来的传单，才发现事情的严峻性。那么来看看大雄的日常吧。回家就睡觉，上学必迟到，罚站是日常。大雄羞得想结束直播，可大雄的事迹早已被做成专题。有这么一位少年，每次都能避开所有正确答案，而有此神迹之人被称之为灵蛋的男人，那就是大雄。大雄慌了，他慌了，逃出演播室，外面还有3000粉丝。大雄的周边成为爆款，国家想把这一天定为大雄日，就连学术界都邀请大雄来当学者。这时蓝胖子终于找来，而现在的首要问题就是关闭宣传机，但此时却有人找上门来，扛起来就是一顿嘿咻嘿咻，把2人当花车游行。
明明是共同闯下的祸，蓝胖子却大难临头各自飞，留下大雄苦苦挣扎。但蓝胖子并非决心寡义，他此行的目的正是去关闭宣传机。随着宣传机收回电波，世界终于安静了。吃瓜群众各回各家，大雄也从神坛跌落，但总算得救了。虽然考了100分是件骄傲的事，但大雄还是决定独自分享这份喜悦。老妈以为大雄又私藏0分试卷，可当看到分数后，老妈终于笑了，决定裱起来，当做野比家的传家宝。